这个呀，不是菠萝，这个是咱们海南的金钻凤梨。像这种凤梨啊，我一天可以吃30多个。最近几年不是直播带货很流行吗？很多人涌入了这个行业，但直播带货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直播间流量需要向平台购买。除了头部主播榜一有一点品牌效应之外，绝大多数中小主播都不怎么考虑回头客，做一单是一单，只考虑当下这一笔交易利润最大化。相对于个人粉丝来说，平台的流量基本是无穷无尽的。花钱买了一批流量销售，下一批又会是不同的人，全部割了一遍之后就换下一个套路。一群不考虑复购率、不考虑长远做生意的人会卖什么样的东西给消费者？因此带来的种种乱象不一而足，绝大多数时候消费者都只能吃暗亏。但是这些人造假诈骗的行为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夸张，现在已经到了侮辱智商的地步了，把中国人专骗中国人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每个领域都有，但是在水果直播卖货领域极其丧心病狂。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把国内网友反映到网上的骗人直播汇总起来给大家看看，让大家看一看情况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首先出场的是鼎鼎大名的纸皮核桃直播，这满树的纸皮核桃有什么问题呢？是卖的核桃没有直播时展示的这么好看和好吃吗？如果仅仅这样，那只能算普通无良商家，谈不上侮辱智商。说纸皮核桃直播在侮辱智商，是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核桃树，这纯粹是在诈骗没见过核桃树的城里人。核桃并不是核桃树结出来的，而是核桃果里剥出来的。核桃树只能结核桃果，不能结核桃，更不可能结什么纸皮核桃给你看，这才是核桃树和核桃果，好吧？收获核桃果后剥开，你才能获得核桃，经晒干或烘烤后才是我们吃的核桃。现在有人能挂出一树的核桃来直播卖货，这不是骗城里人是什么？还有山竹，有人把山竹放在一堆藤本植物的下面进行直播卖货。山竹是长在树上的好吗？看这个山竹树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山竹树枝繁叶密，很多个树叶才能供养出一颗山竹果，所以通常果实都是隐藏在大量树叶下面的，需要翻开才能看见。这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果树必须要很多绿叶才能维持一颗果实的营养，越大的果实越是如此，记住这一点后面有用。然后看这个甜瓜直播带货，我数了一下，3片叶子，2个大甜瓜，一棵幼苗支撑起了整个家的房贷开支。还有更过分的，一棵幼苗要支撑8个甜瓜，瓜的数量比叶子的数量还多。实话说，北上广深的房奴都没这棵甜瓜苗离谱。还有没有更过分的？有啊，菠萝树，卖什么老树菠萝？虽然平时大家都菠萝树菠萝树的叫着，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菠萝树。菠萝是草本植物，每年收割后整株都会被砍掉，而且一株菠萝草只长1颗菠萝。世界上没有菠萝树，只有菠萝草。但骗子担心城里人只能理解菠萝树，于是就给你整了一棵菠萝树出来。还有芒果树直播带货，卖所谓的老树芒果。芒果确实是长在树上的，但并不是长在树干上的。你这满树干的芒果什么意思？还什么老树芒果？挺会发明新词忽悠城里人啊。除此之外还有老树洋葱，我本以为洋葱是长在地里，这是常识大家都知道，但看到卖老树洋葱都能赚钱，我觉得可能真有人以为洋葱是长在树上的。你以为上面这些已经足够侮辱智商了吗？别急，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如果说以上这些算认知差，欺负某些城里人不懂植物知识来骗钱，侮辱部分人的智商，那下面这些就是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西瓜树，好好的西瓜田不直播，非造假出一棵西瓜树来直播，还有多款品种的西瓜树。我不知道哪些城里人会认为西瓜是树上结的，反正我认为这是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还有草莓树，离谱离大谱，为什么离谱不解释？就算是城里人能被草莓树骗到，基本也就告别智商这2个字了。这些截图是怎么来的？是有人 P 图造的假吗？不是，上面这些截图都是当时在直播间里直接展示网友手机截出来的。我知道你们不信世界上会有这么离谱的直播间，所以我特地搜集了一些视频展示给大家。众所周知，视频是不能造假的，所以西红柿是描截出来的且贴地生长，看不出来西红柿真假的城里人，给你们一张真西红柿的图看一看。西红柿还不算什么，还记得刚才说的山竹吗？有直播间的主播说洋葱是长树上的也就算了，万万没想到还有主播说山竹是长在土里的，
我是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能把山竹造假造到了土里？你当山竹是土豆吗？还有更离谱的鸡蛋树，鸡蛋不是鸡生的，是树结出来的。这个直播间用这个来卖鸡蛋，为证明他们家的树可以结鸡蛋。当你面敲一个鸡蛋，给你看看里面的鸡蛋黄，这鸡蛋树上长得多新鲜，多天然无污染啊，你还不快买？他们说科学家还研发出了更新的品种，鸡蛋不仅可以长在树上面，还能长在土里。不信，当众挖一个出来给你看看。众所周知，视频是不能造假的。俗话说，我走过最长的路，就是直播间的套路。这个直播挖建盏，一句话总结很简单，你以为你看的是开窑现场，其实说不定那窑就在你家楼上。主播们在空调屋里吹着空调，喝着小茶，一点都不耽误建盏开得如火如荼。现场开窑，现场凿，不仅量大管够，小情绪价值也是拉得满满的。点不好的建盏说扔就扔，顶级大花纹那是说开就开。虽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但是在主播们的直播间里，那简直就是出窑百变。里面不仅有青花瓷，还有琉璃杯。1300摄氏度的高温下，金莲花还能如此活灵活现，只能夸咱们直播间的主播们，那才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激动一下单，精品大建盏，直播间99。我一看某宝同款26还包邮。这个直播挖玉石，在小小的土坑里挖呀挖呀挖，不多时就挖出了顶级玉石一大把。在挖玉石的直播间里，全景你是看不见的，但是精美和田玉那是说见就见的。同样的量大管够，甚至还给家人们抛好了光。不敢说各个精品，但是绝对能保证要多少有多少。挖玉石直播间虽好，但是发言一定要想好，千万不敢在直播间里提出质疑，因为说给你拉黑就拉黑，一句一问，前一秒是家人，后一秒给我滚。这个是工厂店送福利直播，远看主播在车间，其实还是直播间。小小直播间，互联网世界都爱它。其实以前知道很多直播间都是现场搭建的，但是现在才知道，原来连工厂都可以临时搭建。一块斜斜的板子和桌子，以及快被盘出浆的样品，就能营造出工厂的巨亮氛围。这怎么能说不是直播界的蒙太奇呢？嘴上说着给家人们送福利，买完一算根本没便宜。直播间里看着给了一把又一把，结果收到的箱子还没有巴掌大。说好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结果专骗中国人。这个更加狠，直播开珍珠，直播间里开出的珍珠那是个个光滑正圆，完美无瑕，运气好到能中彩票。这么好的运气怎么来？那当然是主播们别出心裁，主播们徒手就能表演活棒射珠。打开活棒，从侧边塞进去，提前挑选好的珠子，等到直播的时候再从中间取开。有的更是省事，直接打开棒子，利用手机暂停拍摄，紧接着从旁边已经准备好的盘子里取出一颗义乌高级商场出产的人造珍珠，再从棒肉后边取出来，这样就能拍摄出完美的取珠画面。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不管是天然还是人工养殖的珍珠，都是附在蚌壳的膜中间，被膜包着，开了蚌也不会掉下来，一开珍珠就滚出来，或者中间蚌肉里挤出来的，那基本都是作假的。而且主播们一般演示的开珠部位，那其实是蚌的内脏部位，珍珠根本不长在那里，而是长在外套膜裙边部分，那里才能分泌珍珠质，不停地包裹着珍珠。要是最后还是没忍住下单了，收到货发现货不对版，那就是你误会人家商家了。发的确实是直播间里开的，但是都是提前塞进去的便宜到不行的人造珍珠。直播间里数十条灯带来美颜，是石头也显得锃光瓦亮，收到货难免会失望。除了以上这些特别离谱的，还有一些严重违反科学定律的。比如说，一株挂满了车厘子的大樱桃树，这挂果率，农科院的专家看到了都得跪。更离谱的是，这么多果子是不需要树叶的，几片树叶就能养出这么多饱满的大樱桃。这个直播间不仅修改了农业科学规律，甚至还能修改能量守恒定律，真是厉害。还有那满树的苹果，这苹果树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大了，直接违反人类物理定律。这么细的树枝是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多苹果的，太重了。假如某棵树真的结了这么多苹果，那就全年一点风都不能有，但凡来点风吹一下，整个树枝都会断裂，所有果子掉地上。但人家的水果直播间就是能用这么细的树枝长出这么多这么大的苹果，你说神奇不神奇？还有普通红提葡萄，他们说是葡萄树结出来的，
不是葡萄藤结出来的，而且是一颗颗长在树上，不是一串串，真的是侮辱智商。卖个葡萄至于这么骗人吗？世界上是有树葡萄这个品种，叫嘉宝果，但树葡萄不是葡萄，更不长成这样。以上这些骗人的水果直播间，看似侮辱智商，但真能忽悠住不少城里人，没利润，不可能这么多人这么干。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下这些东西是怎么造假造出来的。P 图简单，但视频直播怎么造假呢？有些人造假技术高，很难直接看出证据，但有些视频直播可以一眼看出造假手段。比如说这株违反物理定律的果树，这么多大果很明显是挨个绑上去的，人工在一根细枝条上绑大量果实，伪造出一棵超级果树。还有那个草莓树说自己卖的是树莓，这些草莓痕迹很明显，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绑在树上的。还有车厘子，放大看之后很明显是绑树上的。至于苹果，除了绑之外，还可以直接用铁钩穿过去挂在树上。这些造假水果直播间虽然是在侮辱智商，但还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看不出是假的，一个都看不出来。就是这些傻到可爱的城里人，源源不断的给这些骗子送钱，而且人数并不少。正常博主是不可能聚拢这么多低质人群，并成功把货推销给他们的。但经过平台付费推广后，就可以精准筛选这些人。平台量大，哪怕1%的人群识别不出这种水果骗局，都可以赚一大波钱。至于购买者被骗后反应过来了，不再购买了怎么办？反正他们是付费购买流量，根本不考虑回头客和复购。谁考虑这个啊？他们敢做出这样的事情骗人，就没考虑过未来，甚至都不考虑明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赚一波就跑，换个壳继续干就是。而能如此明目张胆骗人的商家，丝毫不考虑自身名誉和口碑的商家，能卖给你什么东西，卖给你的水果是个什么质量，可想而知。他要是考虑名声和你吃水果后的感受，会在直播间里搞出这种事吗？更可怕的是，因为水果是农产品，具备特殊性，利用植物知识可以很简单的拆穿这种骗局。因为这些骗局已经低质到了极点，只能忽悠一些从来没到过农村、没有任何植物知识的城里人。但是类似这种直播间里，那些工业品怎么识别？这种明目张胆骗人的胆子和手法，稍稍收敛点用在工业品身上骗人，你怎么分辨真假？菠萝不可能长树上，所以菠萝树肯定是假的。什么老树菠萝一定是骗人的，毋庸置疑。但当主播把一款工业品吹得天花乱坠时，就没那么好鉴定了。而利益受损的是大量的普通消费者，同时毁掉整个行业的名声，让那些良心商家也寸步难行。如今这些直播间骗人，已经骗到了肆无忌惮伪造什么草莓树、鸡蛋树的地步了，简直是把民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这些人该管管了，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